第一次见男朋友家长，他妈妈用一盘饺子招待我，口感有些黏腻恶心。碍于礼貌，我笑着说好吃，他妈得意地笑了。你说他木耳过敏，这不是也能吃吗？他妈还亲手编撰了一本家规，满满250页。我笑了，慈禧都没这么苛待珍妃，你还真把自己当老佛爷了。和林妃恋爱4年，大学毕业后，我跟她回了家。北方省城的农村家庭，距离我们工作的市区2个小时车程，大巴车直达的农村。林妃执意开了我的车，美其名曰衣锦还乡。车子驶入他家院子时，屋子里探出10几个脑袋。林妃妈妈张凤娥穿着红色的棉袄，喜气洋洋拉开了驾驶门。哎呦，我的儿，瘦了，乖乖，是不是外面吃的不好？妈给你炖了你最爱吃的鸭子。看着眼前母慈子孝，我尴尬地杵在一边。林妃轻咳一声：“妈，这是安安。”张凤娥这才依依不舍，将目光从宝贝儿子身上移开，看向我的眼神多了几分打量和敌意。我有些不爽，还是礼貌地和他妈妈打了个招呼。他妈不咸不淡地应了声：“来了呀。”一屋子老头老太太三三两两从屋里出来，林妃的腰杆挺直了几分，大手一挥，摁下了后备箱的开关。妈，这是给你买的一些礼物，别舍不得吃，舍不得喝。你儿子现在挣钱了，大大小小的礼盒堆得满满。看着眼前的燕窝和五粮液，张凤娥笑得合不拢嘴。亲戚们奉承着说林妃长大了出息了，懂事又孝顺，前途无量。我听得皱眉，暗暗压住心里的火。这些东西花了我2个月的工资，现在听着全是他的功劳了。院子里养了鸡鸭，他妈并没有提前收拾卫生，尘土和鸡粪沤出恶心难闻的味道。林妃看出我的不爽，和亲戚们寒暄几句，就领着我进了屋。普通的农村大白墙，白色的瓷砖常年的烟熏火燎下泛着黄，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瓜子皮。看得出，在我们到来之前，这里进行了一场6国峰会。我屁股刚在沙发上落定，他家亲戚们就跟了进来，不约而同坐在我对面的土炕上，抢不到土炕的就搬来凳子，嗑着瓜子审视着我。张凤娥耷拉着腿坐在正中央，居高临下盘问我的家庭情况。我觉得有些尴尬，悄悄给林妃使眼色。她避开我的眼神，站在厨房大快朵颐。漫长的盘问过程，就在我觉得这场查户口临近结束时，张凤娥突然冒出来一句：“你们南方那边人都没什么素质文化吧？你看，网上的人都管你们叫南蛮子，我们家注重规矩，你可真是走运，你那一身坏毛病，在我家都能改掉。”张凤娥掏出一本厚厚的册子递给我，这是我们林府家规，你都能做到的话，我肯定把你当亲闺女。我一下子呆掉了，南蛮子本来就是个歧视称呼，怎么有人对第一次见面的儿子女朋友地域歧视啊？何况全国不仅普及了义务教育，也有一套完整的法规。他还以为南方城市是几百年前流放之地吗？何况就算是乾隆年间，我身份证上的江南地区也是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吧？接过册子一看，整整250页，密密麻麻一本封建王朝女子图鉴。1. 早上4点起床给全家做早饭，要记得妈妈不吃葱，老公不吃姜。2. 每天要恭恭敬敬给婆婆请安。3. 老公回家之前做好饭，跪下给老公换鞋。4. 婚后3年必须生出儿子。我皮笑肉不笑的回对，网上说什么的都有，还有管你们北方人叫垮子的。当年您没在皇宫给慈禧当参谋，都算珍妃走运。张凤娥没有反应过来，她三姨老不满地哼了一声，这第一次上门就顶撞婆婆，以后还了得？
几个人脸上挂着明晃晃的嫌弃，用晦涩难懂的方言指指点点。唯一能听懂的就是刁蛮没家教林飞没摊上个好媳妇。死了半天的林飞匆忙复活，手被抹了一把嘴上的油，就急匆匆进了屋。行了妈，赶紧吃饭吧，这一路开车累死了。那天我早早的就起床化妆收拾礼物，林飞一路风驰电掣，根本不给我吃早饭的时间，我早就饥肠辘辘了。半小时后终于开饭了，我走过去一瞧，一张大圆桌上摆着几盘饺子，几头大蒜，还有一瓶醋，就这10几个人吃几盘饺子。我能理解南北饮食不同，不像江浙沪海鲜丰盛，可也不能半点荤腥都不见吧。林飞看出我眼底的惊讶，十分自然地解释，在他们这边饺子是最高礼仪，他最爱吃素馅大饺子了。张凤娥接话，很自然地说：“听说我们南方饮食清淡，不吃肉。”他也没敢做。什么？我们南方不吃肉？我跟林飞在一起4年，这4年我的饮食习惯他不知道吗？他不知道我每顿饭必须荤素搭配吗？林飞带我来他家之前，没有一丁点儿透露过我的消息吗？我是今天才冒出来的什么很突然的女朋友吗？退一万步说，谁说的南方人不吃肉？如果这样的话，全世界的家禽家畜都去秦岭以南修仙历练吧，保证个个都能得到飞升。我愣在那里，不知道该不该动筷子。林飞殷勤地给我夹了几个饺子，还贴心地丢进去一半蒜，快尝尝，我妈包饺子可好吃了。我没吭声，硬着头皮端起碗，才发现屋里的人少了1多半。坐在主位的村长嘴里含着半口饺子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女人不能上桌，他们在厨房吃饭呢。”我皱眉，瞥了林飞一眼，林飞装看不见，大快朵颐。张凤娥赞同地看了村长一眼，念叨着：“这是他们这里的规矩，以后我嫁过来也是一样的。”心里已经很不爽了。林飞在桌下频频踢我，求我当着他家亲戚的面给他点面子。我没说什么，在众人紧随的目光下咬了一口饺子。饺子馅粘稠的混在一起，能吃出白菜的纤维口感，混着软趴趴的粉条，散发出猪油油腻的味道，还有一种略微弹嫩的口感，没有味道，咬下去咯嘣咯嘣的。张凤娥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好吃吗？碍于礼貌，我硬着头皮点点头，好吃，阿姨手艺很好。张凤娥笑歪了嘴，又热情地夹了几个给我。我胃里隐隐有些恶心，舌头也有些发麻，但也没多想，只觉得是自己吃不惯。为了不驳斥他家的好意，每个饺子我都是随便咬2口就囫囵吞下去。张凤娥得意地笑了：“儿子，你还说他木耳过敏不能吃，我看着不也没事吗？”我惊呆了，身体迅速做出反应，舌头越来越麻，嗓子眼有一种针扎的感觉，皮肤也泛起一层红疹。林飞讪讪放下了碗，拉着我要去找村医。我甩开他的手，林飞沉下脸：“安安，这里距离最近的医院开车要1个小时，你确定要走吗？车要是在我这儿，我可不会跟你一起去。”看着眼前的人，我突然觉得好陌生，用恋人的生命安全威胁对方。林飞，你也是个人了。出于安全考虑，我还是跟林飞去找了村医，最起码林飞不会想杀我。我还有一条活路。吞下几个白色药片后，我的呼吸逐渐顺畅。上厕所时，我听见林飞刻意压低声音斥责他妈妈：“谁让你给他下马威的？他跑了怎么办？你知不知道我追他有多不容易？谁家能供养一个丫头片子上大学，还学钢琴？他家底儿肯定比咱想的还厚。等我跟他结了婚，他家的钱不全都是咱家的了。
她一个女人能掀起什么风浪？张凤娥不满地嘟囔：“那咱们林家门儿也不是随便进的，他要是不会伺候你，你以后得多辛苦啊！”我听得恶心，直言分手。林飞求我再给一次机会，再说现在快天黑了，一个女生自己开车回城不安全。她说自己因为家里穷，从小被人瞧不起，现在一朝混出了样子，他妈心里有些扭曲，求我再给她一个机会，就算不能原谅，也希望我顾念这几年感情，给他家留个面子。说走就走的话，他家在村里就抬不起头了。我虽然决定了分手，但还是不忍让他沦为笑柄。林飞高兴极了，催着我陪他参加同学聚会。林飞大学毕业就考上了公务员，在他们同学里属于成功人士，觥筹交错，奉承不绝。林飞被捧得飘飘然，喝得满脸通红。席间他们讨论起车的话题，一个个对20万的国产车嗤之以鼻。可是这个城市平均工资才3000呢，我忍不住插了一句嘴。现在国产也有很多不错的产品，众人纷纷噤声，意味深长地交换眼神，发出不屑的轻笑。飞哥，你啥都好，就是找的媳妇见识挺窄，不是咱们这儿的人，就是跟咱们想法不一样。林飞脸色涨红，说不出话，狠狠瞪了我一眼。回到他家后，林飞反锁上门，直接摔了一个杯子。傅安安，你安的什么心思？非要看我出丑对吗？我告诉你，老子忍你很久了，怎么你就那么娇气？怎么你就那么多嘴？你一个女人就应该知道什么是听男人的话。林飞发了疯，不管不顾地打砸东西，愤怒地嘶吼，发泄对我的不满。玻璃碎片噼里啪啦摔在我的脚面上，林飞双目猩红。我毫不怀疑他现在想杀了我。我冷眼看着他，直接拿起自己的包。林飞看我要走，更加发狂，竟然开始撕扯我的衣服。但他不知道，我是跆拳道黑带。在他解开自己的皮带要扑过来时，我一个闪身，直接抓住皮带另一端，手上发力，醉酒摇摇晃晃的林飞就摔在了地上。林飞不甘示弱，拿着皮带准备抽在我身上。我夺过皮带，左右开弓，抽了个狠的。张凤娥听着房间里传出杀猪一样的叫声，疯狂拍门，威胁我再不开门就报警抓我。看着林飞躺在地上满身的红领子，再无还手反击之力，我将皮带扔在他身上，恶狠狠呸了一口：“真给你脸了，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东西。”打开门，张凤娥看见自己的宝贝儿子一身伤痕，哭嚎着要让我偿命。我甩开他的手：“你儿子先打人，我这叫正当防卫，你去报警吧，顺便把你儿子送进去几天，为民除害。”翻开林飞的包，找到车钥匙，我转身就走。临走也不忘去主屋拿走我带的礼品。脏心烂肺的一家子，喂狗都不给你们。驶入市区的那一刻，我终于呼吸到了自由的味道，回到我爸给我买的小房子。我连夜打包好林飞的行李，发了个顺丰到付到他单位，改了门锁密码。我钻进浴室，舒舒服服冲了个热水澡，去晦气。给林飞发了分手短信后，我拉黑了他，还是越想越生气，忍不住上网发了贴，配图是我买的礼品，扬言第2天要去单位送一些给领导。喂狗都比喂他们家强，可能是我盛怒之下文笔不错，也可能是见家长话题本身就很敏感，也可能是我的 ID 名字叫老板同事在天堂。我的帖子火了，短短半个小时就100多万播放。众多姐妹你好惨的留言里，一个同城评论吸引了我注意：老板等于狗。我啧啧一声，寻思这应该是个办公室舔狗。上网的时候忘了切换皮肤了，点进主页一看，空白的。
配上那个蓝天头像，社畜舔狗确诊。我毫不客气回怼，不用在这拍我领导马屁，我领导在天堂。那个 ID 又访问了几次我主页，我一概没理。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，开着车就去了江正南家里，看着大包小包的礼物，江正南嘴角抽了抽，以为他不好意思收吗？我狗腿地钻进客厅，将礼物一一放好。江总，我逛街的时候觉得这些特别适合你，就顺手给你带来了，不用跟我客气，我应该的。小猫喵呜喵呜过来围着我打转，江正南脸色越来越黑。所以你是专门过来送礼的，不然呢？我大早上过来给你请安做早饭呢。你们家也有江府家规是咋的？江正南冷笑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是被人踹了吧？江正南递给我一包抽纸，我狠狠地咬了一大口他的包子。10几个小时过去，终于有人听我倾诉这些糟心事儿，我心里的委屈再也收不住，哇的一声哭了。仅仅1天时间，我的心情天翻地覆。昨天出发前有多激动忐忑，现在就有多委屈失望。林飞毕竟是我4年的男朋友，冷不丁分手，说不难过是不可能的。大一迎新晚会，凭借一支钢琴独奏，林飞对我一见倾心。他很普通，放在人群里都看不见，但是众多追求者中，林飞的爱意温柔又绵长，每天送早餐，帮忙占座位，晚上默默跟在我身后送我回宿舍，在我参加学校活动时翘课为我摇旗呐喊。他没钱，繁忙的课程里挤出时间打了1个月工，给我筹办生日派对。摇曳的烛光里，我终于被他打动，加上之前算命的说我的正缘在北方，我答应了他的追求。在一起后，我们像绝大多数情侣一样，度过了温柔又琐碎的4年。他不仅没钱，还很穷，还很爱面子。顾虑到他的面子，我将自己的生活费转给他，2人一起用。林飞很认可这种方式，仿佛买单的人是他，钱就是他的了。我家里给的生活费足够在这个北方城市活得体面，林飞不需要兼职，也可以每顿吃得很好。大学分手季，林飞求我留在这座城市，他说他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给我们的未来提供保证。他废寝忘食的考公，终于上岸。我和家里说想在外面闯荡一番，和林飞一起奋斗。我妈怕我辛苦，给我买了现在这套房子，让我对林飞说这是租的，房租我照着市面价格对半说的，且只让林飞承担一半。我家很有钱，我妈是江南4大律所之一的合伙人，我爸是江大的教授，硕士导师。但是就算我成年了考上大学，我妈也是一直贯彻穷养原则，衣食住行富足，但绝不给我太多的钱。我妈说，一来不露富，二来考验林飞的能力和担当。一个男人不能，起码不应该心安理得花女朋友的钱，住女朋友的房子。校招时，我选择来到师兄江正南的公司。江正南是我们这个985的传奇，大一入学他就开始创业。他脑子极其聪明，商业嗅觉又敏锐，不仅功课没耽误，他毕业那年，公司已经成为全市行业标杆。大学时的几面之缘，竟让江正南在校招时对我开了绿灯。后来我问他为什么破例招聘跨专业，招聘我做他秘书，江正南神色淡淡：“你看起来比较蠢，工资可以少开一些。”虽然工作时他像个活阎王，但是私底下还算有人情味儿。比如现在，他一边给我递抽纸，一边端茶倒水，还得负责当个捧哏儿。对，这小子不是东西。对，你闭着眼睛扒拉都比他强。对，你前男友全家在天堂。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时，手机响起，
一个陌生来电，接通后，林飞的声音一如既往温和又伪善：“安安，你去哪里了？怎么把我自己扔下了？昨天是我不对，回去以后我好好补偿你。乖，亲戚们还说请你吃饭呢，结果你招呼都不打就走了，我听得恶心，脸皮都撕破了。”林飞好像没事人一样粉饰太平，家暴和他家人对我的轻视，在他眼里是我做，大惊小怪。我冷冷地开口：“你失忆了吗？不记得你跟你家人怎么对我了吗？我那是喝多了，滚吧，别狡辩了，分手了。”我挂断电话，顺便拉黑了这个号码。江正南抬了一下眼皮，法外开恩允许我带薪休假。我抹了一把眼泪，不了，我要回家继承家业。江正南白了我一眼，因为这么点事回家，你也不怕被人笑话？振作起来，扔个垃圾给你扔出感情了，像个爷们一样立正的。我刚想反驳我不是爷们，我是个姑娘。我爸的电话就打了进来，昨天的帖子忘了屏蔽我爸妈了，我有点欲哭无泪，丢人丢大了。我爸中气十足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：“宝贝囡囡啊，分个手没关系的嘛，现在看清他们家总比结婚以后看清好呢。乖乖什么时候回家？爸爸带你出国去玩，去散散心。”想起江正南的话，我咬咬牙，说自己在这边工作到实习期结束就回家。我爸不太理解，一个实习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匆匆应付了几句，挂断电话。我感觉自己做了一个了不起的决定。江正南没想到我真的会听他的，诧异地望着我。我撇撇嘴，长这么大，这是我第一次独自面对挫折，剩下的话我没说。20多岁的年纪不叫长大，我得有直面挫折的勇气和跨过去的能力，那才叫长大。江浙沪独生女听起来光鲜亮丽，但我总不能一辈子生活在父母的羽翼之下。江正南很仗义，休了1天假陪我逛街。我爸豪气地转给我20万，让我拿去散心。跟林飞在一起以后，我再没来逛过专柜，和同学们一样用几百块的帆布包。柜姐刚给我拿过这季新款包包，一道黑影就冲到了我面前。竟然是林飞！我意识到他监测了我手机定位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江正南也吓了一跳，这个林飞真是头铁，昨天闹成那个样子，今天还敢理直气壮追过来。安安，我可算找到你了，昨天是我不好，我妈岁数大了，你别跟她计较好吗？我给你打了50、60个电话，你都没接，我快被你吓死了。看着他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样子，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立刻闪身躲开。要不是亲眼看见他和他妈那副要吃人的鬼样子，我没准儿真就信了他的鬼话。林飞，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分手你听不懂吗？你妈给我立家规，把我过敏的木耳包进饺子里骗我吃，你还想打我？现在还敢监测我定位？你还要不要脸呢？江正南上前，不动声色挡在我前面。他说：“跟你分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”林飞意识到卖惨对我没用，眼神阴狠，抬起头又换了副可怜巴巴的样子。安安，我没有定位你，我回家找不到你，我才来这里的。别放屁了，城市这么大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？林飞，你真是撒谎都不脸红的。江正南看向柜姐，麻烦帮忙报个警，让警察调查他有没有撒谎。林飞见江正南头比他还铁，转了转眼珠子，又换了一副说辞：“安安，我知道我现在没钱，但是你想要的我都会努力挣钱买给你的。你就这么心狠吗？我们在一起4年，我深深的爱了你4年，不要随便说分手这种话好吗？我的心真的会疼的。”柜姐听得着实恶心，在保安将她带走时喊话：“傅小姐是我们家 VIP，
他想要的东西不需要通过您说的恶心方法获得，倒是您看起来像个吃软饭的。当时他差点狗急跳墙，要不是2个保安死死摁着，估计要跳过去揍柜姐了。听着很解气，但是我心里一惊，他一身淘宝货，背着的却是驴家经典款，那是我送他的入职礼物，骗他说是个高仿。他一边说我爱慕虚荣买假货，一边在手机上查真假包鉴别技巧，临了还满意的夸我会买，这假包做得跟真的似的。我当时的计划是一点一点向林飞透露我的家境，等双方见完，家长就找人帮忙提拔一下他。现在看来一切都没必要了，最重要的是林飞知道我是个有钱人，怕是更要纠缠个没完了。我当即换了个新手机。江正南说我家已经不安全了，备不住林飞会为了重新抱紧我这个大腿做出什么极端的事。在他的陪同下，我回去快速收拾了一些行李，搬进了他的一处小公寓。我俩刚把屋子收拾好，手机上的智能门锁忽然发出尖锐的报警音，邻居们纷纷在业主群艾特我。我点开一看，一句国粹没忍住，林飞竟然试图暴力闯进去。江正南也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不敢想象如果我在家，如果他进了屋子，我将会面临什么。我在业主群发了好几个红包，拜托邻居们一定不要让他逃走。江正南打了个电话，低语几句，急匆匆带我赶了过去。我们到了楼下，刚下车就看见林飞被反扣胳膊，戴着银手镯，2个警察一左一右压着他。林飞看见我，眼睛里冒出引人不适的光。安安，我敲门你不在家，我担心你出什么问题，我没办法才敲门的，你快跟警察同志说一下，都是误会。再说了，我东西还在家里呢，你不能不让我拿东西啊！截断点，截断点。我冷笑，大半夜拿斧头撬门，你说你是担心我，鬼才信吧？你所有的行李我昨天都发同城快递了，中午就显示你签收了，你真是撒谎成性啊！看出我们是情侣关系。2个警察犹豫了一下，眼神请示了一下旁边一身长服的中年男人。这位叔叔鬓间华发，掩不住坚挺的五官，看起来气宇轩昂。身边还站着一位穿大衣的阿姨，同样的气质超然。林飞焦急地跟2人狡辩，说自己就是太担心了才会行为过激，绝对没有别的意思。好多邻居从窗口探出头，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，都想看看我会怎么处理昔日男友。我直接拿出手机，将监控视频播放给警察叔叔。同志，您见过因为担心拿斧头上门的吗？他什么时候拿到的斧头？来我家之前就知道我不给开门吗？这分明就是入室抢劫行凶了。我申请从重处理。对门的邻居从窗口大喊：“这男的砍门可凶了，一看就是下死手的。”周围邻居们纷纷附和，对匆匆赶来的物业要求将林飞列入黑名单，不允许再进入小区。林飞快被吓哭了，当场要下跪道歉。我赶紧退后2步，他这样的人不会觉得自己有错的。他害怕的只是自己进了局子被单位开除。做这件事之前，他肯定有过犹豫，还是觉得我看在昔日感情下不会将他怎么样。被带走前，林飞失魂落魄，腿软的站都站不住。他知道单位绝对不会接受有案底的员工，他一直引以为傲的工作就要这么没了。短时间内他是出不来了。看着警车开走，那位阿姨走上前，关心地问我怎么样，有没有事情。我蛮不好意思，不知道是哪位新搬来的邻居，凄凄爱爱说了声谢谢姐。江正南白了我一眼，这是我妈。那位气宇轩昂的叔叔站在不远处，
微微颔首。叔叔好。江妈妈很热情，说我一个小姑娘半夜遇到这种事情肯定害怕。娘俩陪我做完笔录后，热情邀请我去家里吃饭。盛情邀请下，我不好意思拒绝。江妈妈也没给我买礼物的机会，我就空着手去江家吃了饭。干部大院里不大不小的3居室，专门收拾出一间书房，家具擦得锃亮。展柜里密密麻麻的证书和奖杯，露台上摆满了旺盛蓬勃的绿植。不苟言笑的江爸爸板着一张脸，系着围裙进厨房做饭。江正南说他爸是面瘫，被耳朵很尖的江爸爸一脚踹过去。江妈妈在路上买了很多水果和零食，拉着我的手问东问西，不同于张凤娥的尖利。江妈妈问我一个人在这工作累不累，适不适应北方的干燥，吃不吃得惯这里的饭菜。我悄悄问江正南，空手来吃饭是不是有点失礼？江正南似笑非笑，你不是给狗送礼了吗？我敲，江爸爸做饭真的很好吃。江妈妈不停给我夹菜，看着碗里落成小山的菜，我连声道谢后埋头苦吃。江妈妈言笑晏晏，安安太瘦了，得多吃点饭。江正南翻了个白眼，他在食堂大赛创出过女生连吃3碗面条的佳绩，他就是狗肚子，藏不住油。6，他啥时候知道的？江爸爸大概可能也许是不善言谈，但是很爱做饭吧。两口子对视一眼，江爸爸什么都没说，快速扒拉完碗里的饭，就又钻进厨房炒菜了。我吃了3碗米饭，撑得肚子溜圆。临走时，江妈妈依依不舍，非要塞给我一个红包。我大惊失色，赶紧解释自己只是江正南的员工。江正南将红包塞给我，拿着吧，就当年终奖了。张凤娥听说自己宝贝儿子被拘留，连夜坐车来到我公司。第2天，我刚进写字楼，就被等候多时的同事拉到一边：“安安，你招惹到的是什么神经病啊？一个老太太带着10几个人在咱们公司闹事儿呢，说你骗他儿子钱，现在又陷害他儿子蹲监狱。江总让我们带你躲一躲，他去处理这件事。”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我还没去找他们，他们反倒恶人先告状了。我知道你们想保护我，但是这件事我没有错，我就必须给自己要个清白。不顾同事的劝阻，我抄起楼下保安的警棍，大步进了电梯。张凤娥穿得花红柳绿的，拽着江正南的衣服不让他走，带着10几个穷亲戚正在前台撒泼，把傅安安叫出来。我非要问问他，一个死丫头片子怎么这么恶毒的，把自己男人送进监狱？这他妈是人干出来的事儿吗？花了我儿子这么多年的钱，他爸妈就教他上大学出来卖的呀。说得口干舌燥的，他居然拿起前台的奶茶喝了一口。奶茶拥有者是个刚毕业的小姑娘，哪见过这场面，大惊失色。穷亲戚们3两两围在一边，趁乱将茶水间的零食和前台的零碎东西往兜里塞。听着张凤娥坐在地上呲着大黄牙，不干不净、颠倒黑白的污蔑，我气得青筋暴起，恨不得亲手撕了她，随手抄起前台的杯子砸在她脚下。趁着张凤娥愣神，江正南赶紧拽回自己的袖子，挡在我前面。这位老太太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造谣闹事，我随时可以报警抓你。我不顾她的阻拦，上前将张凤娥提溜起来，闭上你那张臭嘴！你儿子拘留是他活该你口口声声说我花你儿子钱，调出账单拿证据，不然我现在报警起诉你。自己家里趁几个逼子儿，心里没数啊？省会城市上大学，1个月给你儿子500块生活费，要不是老娘心善，你家早绝后了。还有你手里那个奶茶，21杯，
今天你不赔钱试试，能不能走出去这个门？张凤娥被我吼得一愣，大脑卡顿了好几秒。你个贱娘们，没家教的东西！我是你婆婆，你爸妈就这么教你跟你婆婆说话的？21杯，你要我这个老太婆的命好了！小南蛮子真是不会过日子，我简直要被他的愚蠢气笑了。你是不是岁数大了，快死了，老糊涂了？姑奶奶法律意义上是单身，婆你妈的婆婆，从小到大我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人。我妈教育我女孩子要温温柔柔的，不能，最起码不应该当众骂大街。但是我现在忍不了了，我觉得我今天必须撅死她。我也不想管别人怎么看我，素质和尊老都被抛在脑后。我今天必须撕了他！张凤娥眼睛都要冒火了，不仅重复着我骗他儿子的钱，还口口声声说我和林飞早就有了夫妻之实，孩子都有过。要是我不跟他儿子在一起，我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了。谁让我是个爬他儿子床的破鞋？我冷笑着打开手机，来，把你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。张凤娥底气不足，开始嚷嚷我没素质，读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那个村长咳嗽一声站出来，一脸主持公道的样子。这件事他林飞媳妇你做的不对，跟你婆婆道个歉，再把你对象接出来，咱这个事就这么过去了。闹得这么难看，你俩以后还过不过日子了？同事们忍不住奚落，你们村子是不是祖坟出问题了？这看着一个个都不正常呢。穷山恶水出刁民，咱们是也不穷啊，这咋回事？安安实惨，普及人口义务教育都没找到的地方，让他找着了。村长在村里耍威风耍惯了，第一次被年轻人当面嘲笑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。我呵呵冷笑，不敢重复也没关系，这边摄像头都录着呢，我一会儿就去银行调流水。感兴趣的同事可以一起来，你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有没有一笔钱是你儿子转过来的？还有，你刚才造我黄谣，我现在就报警，申请身体检测，你等着吃牢饭吧！笑死！我妈从小就给我灌输 X 教育的知识，三令五申严禁婚前行为。林飞因为这事儿跟我闹过好多次。每次我说忍不了就分手时，他都因为舍不得我这个冤大头摇钱树，像个狗一样颠颠过来道歉。还有你们几个，摄像头录着呢，盗窃最少判3年。其实我是吓唬他们的，这些人有贼心没贼胆儿，拿的都是零碎的吃食儿，但是他们不懂啊，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，纷纷掏出兜里的东西物归原位。嘴里埋怨着不该跟张凤娥过来瞎闹，后悔也晚了。警察已经到门口了，村长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，昂首走过去，对着警察自我介绍：“同志你好，我是村长。”警察白眼一翻，知法犯法，先考村长。我挡在张凤娥面前，奶茶钱赔给我。张凤娥还想再说什么，警察同志瞪了眼，他不情不愿掏了钱，警车出动了7、8辆，这群土刁民浩浩荡荡进了派出所，一群人寻衅滋事，被行政拘留7天。村长知法犯法，影响恶劣，被撸了乌纱帽。他在村里还是很有威望的，想来林飞母子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了。张凤娥没敢再来撒泼，出来后灰溜溜回了老家。林飞入室抢劫罪名不足，被拘留1个月就放出来了，只是原来的单位回不去了。他有了案底，被通报开除。他在拘留所听说了自己妈妈蹲耗子，知道自己失去了引以为傲的工作，又琢磨出我家里肯定很有钱，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跟我锁死。他学聪明了，没有来正面对刚，而是开通了短视频账号。视频里他举着身份证和我的照片，
带着张凤娥声泪俱下道歉：“老婆，我妈想法跟不上年轻人了，我们娘俩跟你道歉。”张凤娥穿得破旧，颤颤巍巍对着镜头跪下：“安安啊，阿姨做的不周全的地方，阿姨给你道歉。我们娘俩孤儿寡母的，不懂你们家那边的规矩，阿姨错了。老婆，你忘了我们大学4年的感情了吗？你是小懒虫，总是赖床，我就每天早起给你买你爱吃的早饭。我知道我没钱，给不了你想要的富足生活，也买不起你想要的包，但是我现在有在努力了，我去送快递了，每单能挣3块多呢。就是我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你，担心你有没有好好吃饭，胃还会不会疼，不怎么看路，昨天不小心摔地上了。说着，他抬起晒得黝黑的胳膊，嘶哈嘶哈地展示伤口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不怕疼，只要你能回到我身边，什么苦我都能吃。他扯出一丝欲哭无泪的表情，渲然欲泣，看着手机里的视频，我的表情像他一样嘶哈嘶哈。互联网掀起了一场纯爱和拜金女的轩然大波，网友们听信了他的说辞，一边倒地讨伐我，义愤填膺，恨不得活埋了我这个当代潘金莲。兄弟，我敬你是个男人，这么纯情的纯爱战士可遇不可求。哥哥看起来就是老实巴交的，难怪会被坏女人骗。阿姨不要给坏女人跪呀，这么坏的女人会有报应的。她不嫁哥哥我嫁，1分钟内我要这个贱女人的全部资料。由于身份证信息的泄露，我的账号很快被人扒了出来，污言秽语层出不穷。这群键盘侠发私信，变着花样诅咒我。看着评论区，江正南气的血压都上来了，差点将手机砸了。我按下暴怒的他，将骂得最欢的几人和几个转发的大 V 一一截图录屏留证。我妈打来电话，问我怎么处理，我摇头拒绝了。网友们骂得层出不穷，大学同学纷纷发来消息，我没拒绝大家好意的帮助，拉了一个群，告诉大家稍安勿躁，欲让其灭亡，必令其疯狂。林飞创造话题，打造了纯爱人设，一夜涨粉几10万，资本嗅到了商机，各大品牌 PR 纷纷抛出橄榄枝。他就是个农村里出来的穷小子，一个月工资也就几千块，哪里见过这么容易的赚钱方式？我迟迟不肯回应，他觉得我害怕了这场网暴，他迫不及待签了各种合同，不管品牌大小，给钱就行，谁给的佣金高就使劲卖谁家的货。一场直播净赚10几万，热度持续了3、4天。第5天，我整理好所有证据发了出来，舆论一夜逆转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骗别人吃过敏的东西，算故意杀人了吧？吓死我了！我都不敢想，我要是在男朋友老家被家暴，我该怎么办？幸好姐姐反杀回去。这老太太撒泼的时候挺猛啊，一点儿也不像视频里一样哆嗦了。没人觉得这个村长很可怕吗？21世纪了，还是村长为尊。他们村要搞自治啊！互联网是没有辨别力的，谁卖惨卖得真，就相信谁；谁拿出证据，就变成墙头草倒回去。我经历的网暴，短短几天就统统还给了林飞。一些键盘侠还是只愿意看到他们相信的。这女的20岁背这么贵的包，没有 Sugar Daddy， 我是不信的。男的为什么打他不打别人啊？说不定在外面做了什么事，男人忍不了呢。别人花2万睡一觉，你得花20万，还不一定买断，要全家命了。我爸妈都有短视频账号，算是行业里的质量 V， 有一批粉丝基础。俩人直接转发了我的视频，配文：有钱人家也是生女儿的。评论区更震惊了，我抄。副教授居然娶了律师教母，楼上的人家是正教授，正经说道：
哈哈哈哈哈！啊哈，郑教授叫副教授，别太搞笑。江浙沪独生女大小姐需要他送外卖才能攒够买包钱，抵换男别太搞笑。就算在一起过，大小姐也有资格说分手吧？林飞想吃绝户的算盘珠子都蹦我脸上了，我将喷子账号做了个合并，发文艾特，法庭见。几人纷纷发私信道歉。我不是圣母，你道歉我就得原谅。反手截图，小喷子们不好使，等着法律的重拳制裁吧。本市的公安账号发布了一条教育视频，画面里林飞正举着斧头，一刀一刀劈向我家的门，连打了码，但声音没处理。这几天他在网上闹腾得欢。大家一眼认出这是那位追妻纯爱战士。账号负责人温馨提示：找不到人也不要砍门哦，砍门一时爽，拘留30天。各大合作品牌紧急叫停了合作，追赔违约金的传票雪花一样涌入他们村。短短3、5日，天变了，再次见到林飞，他正躲在地下车库里等我。看见我孤身一人进了车库，林飞用力将我拽进了拐角处。安安，给我几分钟，我就跟你说几句话。我皱眉，冷艳睥睨着他，等着看他又耍什么花样。谁知道他直接就跪下了。安安，我错了，我真心实意跟你道歉，你原谅我吧。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，只要我们能重新在一起。没有你的日子，我每天吃不下睡不着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他说的情真意切，我听得只想笑。他这脸皮真是厚，不去研究防弹衣真是屈才了。不能没有我，还是不能没有我家的钱。他这样贪得无厌的人，这几天看见网上对我家庭情况的描述，心里后悔死了吧？差一点儿，就差一点儿。他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，他就彻底出人头地，改变阶级了。我呸了一声，真的。林飞眼里闪过希冀，真的，我能做到的我都答应你。孩子跟我姓，你也跟我姓。林飞吃了一惊，看我的眼神带上了怒火。安安，你知道的，我是我们家3代单传的独苗儿，是我们林家的根儿。我冷笑着看着他。那你还说个屁！林飞的脸色突然阴沉了下去，下一秒，他拿出一把尖刀，直直地顶在我的胸口。现在不许出声，跟我走！你把我害成今天这样，法院的传票满天飞，我几辈子都还不完那些钱，你凭什么好？你凭什么过得舒舒服服的？你一个下贱的丫头片子，有什么资格过得比我好？我倒是要看看，你那个有钱的爹妈会不会拿钱赎你？就算赎你回去了，你也是个被我玩烂的破鞋，不会再有男人要你了。好样儿的林飞，死性不改，还是上次揍得轻。要不是法治社会，我非得给他打残了。就他细狗一样的身材，还学人家绑架。砰的一声巨响，林飞的刀被踹开。江正南和警察匆匆赶来时，林飞鼻青脸肿，被我用绳子捆坐在路障上。我蹲在地上，正在一巴掌一巴掌扇他脸。自从林飞从拘留所出来，我身边就随时放着一个定位报警器。看见林飞的第一眼，我就悄悄摁了下去。警察同志，他一开始门牙就掉了，他拿刀要绑架我。我这是正当防卫，鼻青脸肿，我不知道啊，他就长这样。江正南一把将我拽过来，慌慌张张检查我有没有受伤。我凑近他，用只有我们2个听到的声音告诉他：放心，姐跆拳道黑带，3个成年男的近不了身。地下车库四处都是监控，林飞持刀绑架，证据确凿。我妈从业20年，专注大案诉讼，屡战屡胜，业内称之为律师教母。公诉那天，我妈亲自上阵，对方律师直接顿了。
留下自己实习的学生对战我妈。听他跟别人说这是必输的案子，就不在我妈面前丢人了。教母三两句话，林飞后半生彻底吃上了国家饭，踩缝纫机那种。法院受理了我对这一打喷子的起诉，封了一个大 V 账号，剩下4个大 V 1年内不得使用账号发布任何视频，10几个渣子排排站在被告席，需要共计向我赔偿25万，并在平台公开道歉。道歉视频1年内不得隐藏删除。林飞这辈子算是毁了，出来以后都40、50岁了，人生彻底定型了。他虽然进了监狱，但是合同里的违约金并不能抵除。各大品牌联名上诉，张凤娥作为账号持有人之一，被判决承担1半债务。砖瓦房被法院收走拍卖，他一把年纪被迫搬出生活了半辈子的家。他想搬回娘家，但上次的拘留时间后，亲戚们恨极了他。虽说没留下案底，不影响子女考公考编参军，但对于一辈子没出过农村的他们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村里更不用说了，邻里街坊看见他就翻白眼。新上任的村长迫于人文关怀，让他住进了村头的茅草房，年久失修的茅草屋，冬凉夏暖，四下透风。林飞进去后，品牌方将债务委托给了催收公司，一群小混混3天2头过去找张凤娥要钱，各种催收手段层出不穷。张凤娥一把年纪，又重新拿起锄头开始种地。农闲的时候，有人在路边看见他，衣服破破烂烂，大补丁落着小补丁，手里拉着一个编织袋，卖力地伸直胳膊将塑料瓶子从垃圾桶掏出来，看起来老了20岁不止。挣的钱除了基本的日常开销，全都拿给了催债公司，日子过得苦不堪言。林飞在监狱里也不好过，我给他的几个狱友饭卡里充了点钱，嘱咐他们关照一下林飞。其中的老大是个正义感爆棚的北方汉子，喝多了酒路见不平，将人打成重伤进了监狱。听了林飞和他妈妈的所作所为，气得牙根痒痒，拍着胸脯保证一定会替社会教育好这个败类。吃不饱饭睡不了觉都是常规操作。寝室里的老大心情不好，几个人随手就把他拎过来揍，一个人负责了全宿舍的卫生。老大的袜子内裤，大冬天他得在冰凉的水里手洗。听说过年那天监狱包了饺子，老大问林飞：“听说你爱吃饺子？”林飞战战兢兢点点头。老大将他碗里的饺子倒在地上，用脚碾得稀碎：“吃吧，爱吃多吃。他能不吃吗？当然可以，大不了挨顿揍。”他被打怕了，像狗一样蹲下身，一口一口吃干净了那些稀碎的饺子。转正那天，江正南邀请我吃晚餐，我有预感他要跟我说点什么，忐忑不安地赴了约。饭后，我们一起在路边溜达。那天圆月高悬，江正南久久不说话，憋红了脸。良久，他像是下定了决心，变戏法从包里掏出一本册子。我一惊，怎么又是册子？江府家规出炉了。打开一看，纸张上粘着我大学期间参加各种比赛和活动的照片，我的简历，还有我的发帖截图。每一张照片旁边都写着一句话：厉害！第一次看见吃3碗面条的女生，壮士海量。傅安安说苏州话还挺好听，确实比我们这边方言好听。这姑娘真蠢，居然选了那么个对象。我不常在学校的人都听说了，那小子就是因为学钢琴的家庭比较殷实，想吃绝户。我要毕业了，以后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看见他吃饭了。他吃饭真香啊，嘴真壮。他居然来面试我公司了，虽然看起来不聪明，算了，就当吉祥物了。他发帖骂我是狗，
说我应该在天堂，奖金扣光，实习期延长。我妈老喜欢他了，说看他吃饭有食欲，我们娘俩一脉相承。他终于分手了，那小子真狗，一家子脏心烂肺。他真猛啊，抽签对象嘴巴子跟打扑克似的，一时间分不清谁是被告。江正南一脸认真盯着我，傅安安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我虽然也是本地人，但我家跟那谁不一样，我家吃饭管饱，想吃啥吃啥。我好笑地看着他，21世纪谁吃不饱饭？江正南局促地挠挠头，如果我不答应呢？那我就把这本册子送给你，这里记载了你很多精彩的大学回忆。那我不答应的话，你还请我吃饭吗？吃啊，我又不能饿死你。你没吃饱吗？你想吃什么？我突然觉得这个对话低质又好笑，有一种很憨批的喜感。我合上册子递给了他，看你表现吧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我叫李小慧，今年28岁，是一名医院的护士，去年刚结婚。老公王明是 IT 公司的程序员，我们都是独生子女，婚后和公婆住在一起。结婚时，爸妈给了我一套70平米的小两居室作为陪嫁，本以为婚后生活会很幸福，没想到却因为这套房子引发了一系列矛盾。刚结婚那会儿，公婆对我还挺好的，婆婆常常夸我贤惠能干，公公也时不时地给我们塞点钱。可好景不长，1个月后，婆婆突然提出要把我陪嫁的房子加上王明的名字。小慧啊，你看你和明明都结婚了，房子应该写2个人的名字，这样以后生活有个保障，也能让明明更有安全感。婆婆笑眯眯地说。我心里一惊，连忙解释：阿姨，这房子是我爸妈给我的陪嫁，一直都是我一个人的名字。再说我们刚结婚，还没有孩子，暂时不用考虑这些吧。没想到婆婆脸色一下子变了，什么叫你一个人的？你们都是夫妻了，哪有分你我？再说了，明明工资比你高，平时家里大部分开支都是他出的，凭什么房子就只写你的名字？我被他的态度吓了一跳，赶紧找借口躲进了厨房。晚上，我把这事告诉了王明，希望他能帮我说说话。谁知道他居然也赞同他妈的意见。老婆，我妈说的对呀，我们都结婚了，房子写2个人的名字不是很正常吗？再说了，我平时工资都给你管着，你还怕我跑了不成？王明笑嘻嘻地说。我气得差点跳起来。王明，这房子是我爸妈给我的，凭什么要加你的名字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家的东西就是你的了？王明被我的反应吓了一跳，连忙安抚我：好了好了，不加就不加，你别生气。可这事并没有就此结束。从那以后，婆婆对我的态度明显冷淡了许多，她开始对我挑三拣四，做什么都不满意。有一次我煮的汤少放了点盐，她就当着王明的面数落我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连煮个汤都不会，以后可怎么养家？我忍不住反驳：阿姨，我觉得清淡点更健康。再说了，我平时工作那么忙，能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，哪有时间天天下厨？婆婆冷哼一声：那你还想让我儿子娶你回来干嘛？伺候他吗？我差点被这话气哭了。可王明却像没听见似的，低着头只顾着吃饭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家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。婆婆开始处处针对我，动不动就说我不会持家。更让我受不了的是，她居然开始干涉我们的生活开支。有天晚上，我刚下班回家，就听见婆婆在数落王明：你看看你，一个月工资1万多，还不够花。我看你是被你媳妇吃得死死的。王明有些不好意思：妈，现在物价这么高，房贷车贷都要还，
哪有那么多剩余？婆婆不依不饶。那你媳妇呢？她一个月挣多少？也不见她往家里贴钱。我看呐，你们以后还是一致吧，各花各的，也省得有人觉得占了便宜。我听到这话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冲进屋里大声说：“阿姨，我和王明的钱都是我在管，家里的开支也都是我在操心。您要是不放心，我可以把每个月的账目都给您看看。”婆婆被我的态度激怒了，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还不能过问自己儿子的事了。你们结婚前说的好好的，结果现在呢？房子不肯加名字，钱也不肯交出来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”我被他的无理取闹气得浑身发抖，转身就往外走。王明赶紧拉住我：“老婆，你别生气，我妈就是这么个性格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”我甩开他的手：“王明，你能不能有点骨气？你妈这样说我，你就一句话都不帮我说？”王明为难地看看我，又看看他妈：“妈，您就别说了，小慧工作也很辛苦，您就别总挑她毛病了。”婆婆冷笑一声：“我挑她毛病？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好？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，结了婚还分得那么清楚，哪像个家的样子？”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对王明说：“你自己选吧，要么我们搬出去自己住，要么我们就离婚。我受够了。”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大哭起来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家里的气氛更加紧张。婆婆对我是冷言冷语，公公则是左右为难。王明倒是想劝和，可他每次张嘴都像是在踩钢丝，生怕得罪了谁。终于有一天，我下定决心，给爸妈打了个电话：“爸妈，对不起，我想把房子还给你们。”我哽咽着说。电话那头，妈妈急了：“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受委屈了？你跟妈说说。”我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爸妈。爸爸听完后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缓缓开口：“闺女，你别难过，这房子是我们给你的，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但是爸问你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”我擦了擦眼泪：“爸，我想清楚了。与其让这套房子成为大家互相猜忌的理由，不如干脆还给你们。我和王明靠我们自己的能力，一样可以过好日子。”挂了电话，我长出一口气，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我走出卧室，看到王明正坐在客厅里发呆。“老公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”我平静地开口。王明抬起头，眼神里充满了不安。“老婆，你别生气。”我打断了他：“我已经决定了，把房子还给我爸妈，以后我们靠自己的能力买房子，好不好？”王明愣住了，半晌才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可是那是你的陪嫁呀。”我苦笑着摇摇头：“正因为是陪嫁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麻烦。与其这样，不如我们重新开始，你觉得呢？”王明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突然站起来，紧紧抱住我：“对不起，老婆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。”我靠在他怀里，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。那一刻，我感觉我们之间的隔阂似乎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理解和信任。第二天，我们把决定告诉了公婆。婆婆听完后，脸色变了又变，最后叹了口气：“你们年轻人的事，我们老人家管不了，只是你们要好好的。”公公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欲言又止。我知道他是在用他的方式表达歉意和支持。就这样，我们搬出了公婆家，开始了真正属于我们的新生活。虽然暂时还是租房住，但我和王明都坚信，只要我们同心协力，总有一天会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家。这段经历让我明白，婚姻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，而是两个人的共同事业。
金钱、房子这些外在的东西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彼此的信任和支持。我们的爱情不应该被世俗的条条框框所束缚，而应该是自由、平等的结合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不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，因为正是这个决定，让我和王明的感情更加深厚，也让我们学会了如何真正经营一段婚姻。生活中难免会有风雨，但只要我们手牵着手，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。